她身份只是一个低阶官户的女儿而已。可自打认识她以来，她的一切言行举止都那么不符合她的身份，而今夜她竟怪异到了如此地步。你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再次投生吗？如果我说我已经换魂，你信吗？那些曾经被他忽略过的话忽然从他的脑海深处跳了出来。换魂？他换了谁的魂？如今的傅真到底是谁？他心口掀起了巨浪，他想再抬脚，却无论如何也抬不起来了，甚至他还往回退了几步。老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来，我和邵阳在查个案子，今日刚好有点收获，我便来找成功大师，打算再问点线索。这么晚来问？况且你找成空大师怎么找到这边来了？这一大片压根就没人住啊。我已经约好了他，我该过去了。说完，他转过身，大步踏上了前往大殿的廊庑。他走得无比之快，因为他怕再慢一步，那颗狂跳的心也许就要从胸膛里直接跳出来。裴瞻一口气走到大殿外才停下来，他在台阶上坐下。将军今夜看起来忧思颇重。大师，世间可真有轮回之说，人生若死，灵魂可还能寄生？宇宙浩瀚，佛海无边，世间多玄妙，身死魂在之事，或有或无，皆应以平常心论之。可我始终无法相信，他真的还能回来。我害怕弄错，害怕希望落空后，又陷入失望的深渊。我也不过是个肉体凡胎，不是何等的打击全都承受得住。若所得乃为心之所望，患得患失，终无助益。老衲深信，智者如将军，心中定当已有抉择。裴瞻望着夜空未语。你有什么事找我？确实有事。刚才我去国史馆找到了一点线索，匕首的来历我大致摸清楚了，但是它的主人还需要进一步确认。人是锁定了，但却不能大张旗鼓地找上门了。一旦声张，恐怕连这点线索都要断了。那翼王段怀因为母族出身高贵，原先在朝中呼声很高，有很多的拥趸，所以当时夺权失败被灭族时，死伤也非常惨重。有关翼王府的一切都被他们大越视为了不祥之物。那匕首虽然还算是锻造的不错，却也不算是什么1等1的宝刀，大越国中人一般不会持有它，除非是王府的遗臣。这沈毅是什么人？前朝留下来的赏赐录簿上没有说明他的来历，还带我们去查问那2个史官。那2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我近来差事不多，五花八门的应酬也不少，你不要出面了，带我去查问。裴瞻把顾修留下的纸条交给他，还附了另一张纸。另外这张纸上是我凭记忆写下来的所有关于这把匕首的信息，你拿着斟酌。可惜唯一的证人宁夫人只是远远地看见他们，否则的话倒可以请他说说凶手的面容。裴瞻听到这儿，目光忽然凝住在他的脸上。你近来可见过那个人？哪个人？傅真。没见过啊，我一有妇之夫见一个闺阁小姐做甚？那老二也没提出来让你见见他？没有啊。你知道了些什么？你想多了。老五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。那你想不想见他？啊呸！老五，你是不是想害我？你上次不是说他还挺对你的脾气吗？要不咱们把他找出来，喝喝茶，吃吃饭。他还会骑马，会武功。你要是嫌喝茶吃饭无聊，也可以跟他赛赛马，或者干脆比比拳脚。你得给我闭嘴吧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有老婆孩子的，你想拆散我的家吗？你想让轩哥好不容易看到了父亲又变成孤儿吗？你脑子里想啥呢？你要是怕你媳妇儿误会，可以把他也叫上，乃至大伯母、二伯母、轩哥儿，你们全家人，还有你们家那些忠心耿耿的老家仆、老护卫，一起叫出来也无妨。
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？那个时时刻刻冷若冰山，但小小年纪却稳如泰山的裴将军去哪儿了？这他妈眼前竟然是个眼中游溢着几分奸诈的少年郎。老五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和顾太傅家的那丫头能成就成了吧，你们男未婚女未嫁，而且你和英姐打小就相识，也算青梅竹马了，能够结成连理也算是佳话一桩。你都满20了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轩哥都已经满地爬了。从前还好说，忙着战事无暇顾及自身之事，那如今仗都打完快半年了，你赶紧的吧你。哎，要说没的话你就吱一声，哪怕大半夜我也立刻爬起来给你当跑腿。你有完没完？我认真的。我看你是认真可以转行当媒婆。裴瞻瞥他一眼走了。席散后，裴瞻与程池礼顺了一段路。伯母身子可大好了？都好7、8分了，小胡大夫和胡太医都来瞧过，说无大碍了，再配合些药物，吃上2、3个月便可根治。早前傅小姐慷慨送了一只参，后来你可曾去过傅家？我倒是想去来着，可傅小姐是个大姑娘，我登门不知道怎么说话呀，我害怕人家觉得我有什么企图。借口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明儿就去拜会拜会。晚了，傅云已与夫人和离，如今傅府变成了宁宅，他们家没有成年的男子当家，你去了不是给人招闲话？这也不成，那也不成，那我能怎么办呀？伯母贵体康裕，你难道不应该把恩人请到家里喝喝茶吃吃饭，再请上几个亲近的女眷一起陪坐陪坐，建立建立交情？前番我父亲备了好些谢礼送去，可傅小姐一概不收，我这么正儿八经的请，她怕是不一定会来呀。这容易，眼下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你如今已经知道他的父亲傅云是个宠妾灭妻的渣子，可惜他为官没有什么可指摘之处，否则我也定要依法论处的。他被迫与宁夫人和离出府，没有了锦衣玉食，他家老母亲和那个小妾心中多半十分不甘，日后对傅小姐他们来说也是个隐患。吏部侍郎涂俊的夫人是你的表姨，跟程伯母素来亲近，宁家坐拥万贯家财，自然不会稀罕你的财物。你若真心想报答，那不如去寻你表姨父涂大人帮个忙，替宁家把傅云调出京师为官，省去宁家一桩隐患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嘿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不过傅云不是才提了礼部郎中，还没正式上任吧？这又要调动，怕是不容易啊。这不就看你的本事了吗？你要是真有心报答，那替宁家把这事办成了，便等于还了傅小姐人情。再请他和宁夫人还有宁公子登门做客，他们则必定不会推辞。还得是你呀，五哥，让我杀敌可以，让我想这种招，我死活也想不出来。到时你就把梁老大他们2口子叫上做陪客吧。哦，你定好时间也告诉我，我若有空也来替你陪陪宁家小公子。五哥你太够义气了，平日我邀你10回，你能有半次答应我来露个脸就不错了，没想到这回这么仗义。你放心，等定了日子，我亲自给你送帖子。那你得早点给信儿，不然到时候腾不出时间，我可就不来了。哎，你放心，绝对误不了事儿。李将军老是看着我，莫非我脸上有花？您比花还好看。将军眼光不错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程池礼一听这话，立刻又支棱起了身子，望着他。李将军怎么了？我能不能摸摸你的脸？为何？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戴着面具。太像了，尤其他这样说话真的太像了。他只要摸一摸就能知道到底是不是他老大戴着面具在逗他。好啊，你摸。程池礼便伸出右手探向了这张他熟悉又不熟悉的脸。你在干什么？五哥，
你怎么今天穿这么稀罕？裴瞻目光划了道弧，从傅真脸上掠过后，才落到程池里脸上。稀罕什么？我不天天都这样？少见多怪。倒是你们俩，刚才凑那么近做什么？我没干什么。裴将军今天也来了。你不欢迎我？这是哪里话？今天是程将军请客，哪里轮得到我说不欢迎？那就好，不然我这个当陪客的，怕不是要打道回府了。舍弟不过一个孩子，哪里够资格惊动裴将军来作陪？12岁也不小了。再说了，连梁大将军都可以，我怎么不能陪啊？何况我和傅小姐又不是第一次见面，是老熟人了。我不光要陪令弟，也还要陪你。三爷，梁小将军在永盛堂有请。哦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五哥，傅小姐就烦请你招待一下，我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撂下这句话，他就3步并2步跨进了门。傅小姐，请吧。园子里还设了茶局，回头咱们就茶局上见。裴将军，舍弟今天也来了。你也知道，自从我父母亲和离之后，他学业受阻。上次有劳裴将军帮忙搞定了家父调任之事，一事不烦二主，索性请裴将军再帮我弟弟想办法入国子监呗。哼哼，这么想做陪客，那就整点活呗，别干坐着。虽然国子监门槛高，管得也严，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。你这是准备答应我？也不算，还要看看我的心情。傅真没顾上回应，裴瞻已经丢下一个眼神，掉头走了。屋里头已经聊了会儿了。傅家妹妹生的可真是标致。傅真二话不说，向他们一一屈膝行礼。快免礼，快上座。这病看起来是真好了。这丫头落落大方，我一看就喜欢。方才听宁夫人说傅小姐有不足之症，贺大奶奶就特地主人备了姜枣茶，回头你尝尝看是否合口。早上托梁志小将军捎过去的东西，不知大将军夫人收到不曾？收到了，多谢傅小姐惦记。我们家老二粗枝大叶的，没想到能与傅小姐成为朋友。梁小将军有副火热心肠，我相信谁都会愿意与他成为朋友的。苏杏儿两眼一眨不眨盯着他的动作。傅小姐喝养生茶也是要加黑糖的？是，而且不多不少，恰恰3颗。苏杏儿神情渐滞。哦，这么巧。大将军夫人莫非还见过谁有这样的喝茶习惯？是有见过。说完，他又朝傅真看过来。傅真余光留意着，只当不在意，慢吞吞喝着茶。傅小姐的性情真是出人意料。夫人这话怎么说？你比我所见过的所有大家闺秀都要洒脱。不瞒夫人，我其实会武功，娇滴滴的千金小姐那是外人对我的误会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我还曾背着杜三夫人下山，走了一段不短的山路呢。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，还包括贵府的部分家事传言，当然传得挺离谱的，我自然不会当真。如果是关于之前家父宠妾灭妻之事，那么传言都是真的。家母忍辱负重多年，是我的出现推动了这个结果。你的出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从前的傅真跟现在的傅真是不一样的。从前的傅真的确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在1个多月之前，我就成为了你现在看到的我。意思是说，1个多月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改变了你？正是。我们掉队了，先跟上吧。说完，他自然自如地伸出右手，拢上苏杏儿的右肩，护着她迈下脚下石阶。苏杏儿是小时候学骑马摔伤过右腿，走平路能够健步如飞，但是上下坡或者走阶梯，曾经的旧伤处就会感到不适。
你怎么？傅小姐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夫人何出此言？我觉得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。不知夫人这位朋友何在？他已经不在人世。我与大将军早前见过面，不知这件事，大将军可曾告诉过夫人？他说过。莫非有什么不妥？那大将军必定也说过，他觉得我身上有许多疑点了。外子对傅小姐的评价还是很高的，他说你豪爽豁达，虽然是个文官家的小姐，可一点也不扭捏，唯独就是不明白傅小姐怎么会武功。那夫人想知道吗？我倒是觉得傅小姐与我们梁家颇为有缘，感觉就像我们家一位老朋友。我听说当年梁家姑小姐遇难的时候，浑身都烧焦了。我也听说为她收尸的正是大将军夫人你。你当时害怕吗？那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害怕呀？但你突然提这个做什么？傅小姐和我家小姑姑莫非有什么关系？傅真又笑了一下，闲闲的一转身朝前方走去。到了院中的石桌那边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然后转身比出了4根指头。4只王八，8只乌鸦，2个黄鹂鸣翠柳，1蓑烟雨任平生，瞎子摸象，永平装蒜。我要是生个女儿，该叫什么？梁英啊，3英士卒的英。那我小姑姑常年压在枕头底下的是什么？傅真忽然揪紧了眼睛鼻子嘴。你快说呀！我说不出口。你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那平阳笑笑生写的画本子就属你收集的最全。我及笄那时盼星星盼月亮，天天猜想你会送我什么，结果没有钗环首饰，也没有琴棋书画，你就送了我一整套西厢野画。死鬼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当初说好了我生孩子你来带，结果却把轩哥丢给我一个人。你怎么这么彪悍了？换成你一个人带6年熊孩子，你试试看呢？你真是他？你说呢？苏杏儿摇头。这没有道理。那你信我是个好人吗？面对一个被自己丈夫质疑的人，你能给予我几分信任？我本来是想借这个机会对你和盘托出的，但我没想到裴家小五也会来。那小子早前已经挑拨了我和你丈夫，我怕他坏事，不得不防着他点儿。若你信我，那眼下且不要声张。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回去后可以去找智儿。傅小姐，我敬您一杯。臭小子，回你那桌去。不知道这杯茶有何因由？这憨子，这么多年了还一点城府都没有，没看到那边厢有人正虎视眈眈吗？也不好好想个理由再出来。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啊，我这杯茶就是敬恩人。哼，算你还有救。小将军客气，请入座去吧。说完，他浅抿了一口，垂眸的当口又悄悄地给程池里使了个眼色，予以安抚。程池里这边是他一大早就跟梁志合计好了的，与其被这憨子意外发现而坏事，倒不如提前把这隐患给消除了。放下茶杯，傅真又看向旁边的苏杏儿。苏杏儿深吸了一口气，转头跟傅真对视一眼，然后不动声色地在他旁侧坐下。太好了！裴瞻望着对面轮番打哑谜的3个人，双眉紧皱起来。扫视了一下周围，他眼神示意远处的郭颂过来。轩哥呢？把他找过来。郭颂在花丛后找到他，将钻了一半狗洞的他刨出来，拍拍尘土后带到了裴瞻跟前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说你听，配合好了，明日我带你出城吃烤鸭。裴瞻眼神示意对面。你上回不是跟我说儿女之情该有先来后到吗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
傅小姐明明是我先认识的，所以我不能那么窝囊。现在开始，我要把你二叔打败。你是帮我还是帮他？当然帮你。那你现在坐到傅小姐身边去，如此这般按我说的做。耳语完毕，裴瞻直腰又道：这件事情办好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先锋小将。你看我的。说完，撒开脚丫子往西头跑去。傅家姐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姐姐，坐这里多闷啊，要不要我陪你去逛个园子？写你个头！不过逛园子是个好主意，正好可以把他收拾一顿。但傅真上回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是和裴瞻在一起的，这俩家伙似乎经常在一块儿，眼下突然冒出来邀他逛园子，为什么他会觉得有猫腻儿呢？不去。那你要去找我母亲吗？我可以带你去哦。也不去。梁轩没想到傅真这么厉害，一点机会也不给他。他可是在武叔面前夸过海口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忽然他目光一闪，盯住了傅真鬓角绒发下一颗小小的红痣，然后跳起来指着他道：啊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帮我打人的那个姐姐，原来那个姐姐就是你。那天晚上分开后，我一直想找你。不是要逛园子吗？走，我带你去。裴瞻看到他们离开，随即起身。他们在干什么？说完，他已经拔开腿追了上去，这迈腿的动作倒是比裴瞻还快。小子，你瞎嚷嚷什么呀？谁是你姐姐？谁认识你？就是你啊，我认得的。你这里有颗痣，那天夜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就算我这里有颗痣，那也不见得就是你认识的那个姐姐。你不要瞎说，你要是再瞎说，我就让你娘回去抽你。我娘来来去去不过就那几下子，我早就摸透了。你皮成这样。那天夜里的事我已经跟你了结了，你怎么不守信用，又把见过我的事嚷出来了呢？你这小子办事不行啊。我那是一时激动，没控制住。那就是你修为不行。你把我骗到这里来，有什么目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在骗你？哼，你说呢？好吧，又让你看穿了。其实是五叔让我来的。真是他？你猜到了。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五叔怀疑二叔喜欢姐姐你，他让我哄你到这儿来试探试探。姐姐，我可是向着你的哦。这家伙一天到晚想些啥呢？你是不是也觉得应该教训他一下？你又想什么馊主意？五叔肯定会跟过来的，要不我们在这儿下个绊子，绊他一跤吧。他得罪过你吧？你就说你干不干吧。傅真不想干，太幼稚了，但是他想看梁轩干。这傅小姐人生地不熟的，能带着轩哥去哪儿啊？裴瞻环视四处，这声音不对，你去那边看看。梁琛担心儿子，拔腿就冲上了林荫道。傅真老神在在站在梁轩后方的树丛下，看着他一顿忙活，先牵了个绳子拦住了林荫道，然后又学起了鸟叫。很快园门口就有猫叫声回应，果然不多会儿，小路上就传来了脚步声。傅真挑开树枝望着，很快一道高大身影就出现在视野里。再一看，他立刻用力扒开了树枝。你快站住！傅真只想阻止梁琛中了熊孩子的招，压根儿没有防备他会向自己出手。不得已之下，他也只有本能的出招躲避。梁家拳！五叔，没等他把话说出来，裴瞻已蓦地捂住他的嘴，屏息望起了林荫道上的两人。他的眼里有蹭蹭火光，这火光不但使他一双眼睛亮得灼人，更烧得他铁塔一般的身躯也轻轻颤抖起来。
你怎么会梁家拳？傅真飞快向他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他环视四面，很好，连轩哥那小兔崽子也不见了。就是这一刹那的动作，梁琛堂堂大将面对此时双目如电的他，惊愕到连气息都忘了吐。裴瞻直到林荫道下已然空无一人，才把梁轩放开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气血翻腾得太厉害，五指好像还有些发麻，或许不只是手，连双脚都有些僵硬了。哎呀，五叔，你都快捂死我了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都快捂死我了呀！五叔，你干嘛让我生那个半子半父亲？这跟你和二叔争傅姐姐也没关系啊！而且，这要是让我娘知道了，全家都得上阵打我一顿。回头事发了，你必须得帮我说情。哦，刚才我们的契约里可没有包括事后说情这一条。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那是你傻，谁让你不问是非闷头就干？今日我能指使你干坏事，来日他人也能指使你干坏事。而且我就算答应你会让你当先锋小将，也只是嘴上一说，你连个证明都没有，白给人当枪使，你说你该不该打？五叔，你太坏了！人间险恶，你醒悟得太迟了。犯错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吸取教训。还有，危机来临，要学会把损失降到最低。我要是你的话，现在就赶紧收声。你动静越大，提前露馅挨打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敌人都杀过来了，你还只顾着哭，要换在两军对阵之时，你会被虐得连渣都不剩，还要连累你的同袍一道赴死。梁轩立刻不哭了。这回我且饶了你，全当给你个教训。你若不想后果不可收拾，方才之事你便须守口如瓶。自然，你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在此地看到了方才那一幕，包括你父亲、母亲、你二叔，尤其还有你的傅姐姐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要是说了，后果就是打你的人里还要加上一个我。那我还能当你的先锋小将吗？鉴于你的表现，先当斥候吧。从现在起，你帮我留意你七叔，他何时去见你傅姐姐，你立刻遣人来告诉我。不是防二叔吗？你怎么连七叔那样的都防备上了？你就说干不干？可这也不是斥候，这是细作呀。先当细作，再当斥候。五叔，你说你费这劲，你就直捣黄龙，直接上傅家提亲不好吗？在你是轻飘飘一句不用费劲，在我，这却很可能是最不好攻下的一场仗了。李儿，姑姑，请受侄儿一拜。今非昔比，如今我是宁家的傅真，你何必执着于过去的礼数？在西北时，我在沙丘中迷路，是您半夜纵马来寻我，才使我免于被狼群围攻。你若真是意外故去，我便也只能惋惜一句，与您姑之缘浅。偏生你是受奸人所害，想我受姑姑那么多恩泽，却未曾替姑姑承受分毫，这一拜又如何能免得？您来这么快，可有留意后头？您放心，李儿断不敢疏忽，我围着这胡同绕了几个圈才进来的。早前几次人多，也不敢将你多看，如今才发现你又高又壮，越发英武了。想必今后再遇狼群，定不必等姑姑善人相教。哪里，侄儿不过吃长了一副个头，脑子还是不灵光，哪有姑姑从旁指引来的可靠。姑姑，日后你可不能再离开了，待逮住凶手，我定要净水坡街亲自率队和老二恭迎你回娘家。旭儿都跟你说了？他是谁？求姑姑告知。你若是如此沉不住气，我便一个字也说不得。
好，那就先不说。我虽然自认绝不会泄密，但姑姑的安危却容不得丁点差池。我纵然无用，至少替姑姑把风险先断在自己这儿，是务必要做到的。我听说你这几年在北边建功立业，很是英勇。试想胸中若无几分丘壑，建功立业哪有那么容易？你回头若是猜到了，也不妨来向我求证。姑姑在这儿住得可惯，有什么可以让小池效劳的，李儿我定当赴汤蹈火。还没有到导火的时候。不过眼下我倒真有个事发愁，我日日暗中调息，外加食补锻炼，体力与体质都恢复了不少，少不得会有动用武力的时候，却因为原来的傅小姐体弱又不会武功，我总归得寻个由头，使我这身武功有个来处。你若有合适的教头，替我找一个过来，一来我让他带我切磋切磋，二来将来有人问起也有说辞。这没问题，这我自己来不就行了吗？本来二哥更合适，但他得对外避嫌，而我正好有你送身救母这事儿摆着，外人问起我就说是报恩。也行。那我明儿晌午就过来，反正五哥他最近也走得早，日日急匆匆的，也不知道去干嘛。这边厢合计了几句，未免引人注意，程池里先撤，护卫先打前站，探听外面动静。程池里后出来，打马上了街头，没走几步，却看到前方路中央正杵着一人一马。五哥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等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哦，日间宁夫人落了点东西在我府上，是母亲打发我送过来。送好了吗？送好了。那我请你喝杯酒。啥？为啥呀？喝酒就是喝酒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程池里站在这4月温暖的晚风里，突然觉得有点冷。走。程池里只能跟上，毕竟没有人惹得起这个杀神。只不过他一路上动用了这辈子最快的脑速，也没能思考出来最近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。很快走到了燕子坊，这铺子可真有趣，他竟然不卖豆腐，改卖酒了。只见裴瞻低头给彼此斟酒。五哥，裴将军，大帅，您找我到底有什么吩咐啊？你刚刚去宁家是见谁？见宁夫人。再跟我兜圈子，便去西北扫扫马粪，我让你再也回不来。白鹤寺那场火是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你别这么吓唬我，你再吓唬我叫我爹，我叫我爹去找你爹。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又是怎么回来的？他是被人害死的，对吗？那场火是有人蓄意点的，是不是？他身手不错，在西北历练多年，应敌经验那么丰富，可还是被暗算了。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怀疑过那场火。如果不是他出现，这个秘密很可能将一辈子都埋在那片废墟底下。背后凶手之阴险狡诈，布局之周全，善后的能力如此之强大，你觉得是你更有能力找出凶手来，还是我更有能力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先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他遭遇了什么？还有，后来他又经历了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竟然这样套我的话！你知道这些后想对他做什么？我知道你从小就不喜欢他，你从小到大连声姑姑都不称呼他，他好不容易活着回来，你是不是要逼得他无处可藏，连葫芦都没有？我知道你这个人冷心冷面，对谁都不热络。虽然你是我敬重的五哥，但我也要告诉你，你休想打小姑姑的主意。你是我哥，一辈子都不会变；他是我姑姑，也一辈子都不会变。长辈比平辈更重要。裴瞻凝视他许久，突然将手里的杯子往地下一灌，刺耳的声音把远处的护卫都惊得僵立在当场。我他娘的也不知道凶手是谁，姑姑只告诉我，那场火的确是有人借着佛堂里满屋子灯油而蓄意放的。
我若知道他是谁，眼下你怎么还能看得到我？我早就已经奔去扒了他的皮了。灯油？对，灯油。那天夜里，姑姑正准备着翌日梁家大伯二伯的祈福，佛堂里点了满屋子的灯，凶手把灯油泼在屋里，点起了大火。因为灯油是现成的，所以就被人认为是灯台打翻引起的意外。这么说来是熟人作案，如果不是熟人，那么在凶手倾注灯油的时候，他有足够的时间离开，甚至是将其制服。他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中招的人，是不是？程之礼不自觉地点头。他回来之后，除了和你们相见，还去见过谁？没有了。姑姑十分谨慎，只让我们几个知道他还在世。我知道了。程之礼闻言怔住，随后他也似梦中醒来，陡然之间睁大了眼，又往后退了半步。是他！五哥，杀个朝廷狗官，也不过是赔上一条命吧，够不上株连家人吧？不会，但他是荣王府的女婿，荣王父子会有办法让你们程家以另外的方式被株连。五哥，你会帮姑姑的对吧？看在大哥二哥他们的份上，你也不会对此事袖手旁观的，对吧？你该回去了。五哥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来见过我。程之礼抿唇望他半晌，最后在他的目光里沉气垂头，一跺脚转身走了。裴瞻压住心口的手放下来，拿起酒壶，仰脖将酒猛灌入喉。走，去白鹤寺。哎，这么巧？你们是不是去见他？不知你说的是哪个他呀？傅小姐，傅真，难道还有别的人？是，我们就是去见傅小姐。不过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？嗓子为什么这么哑？还有，怎么看着你好像还瘦了点？你这几天干嘛去了？你们走不走？走吧。傅真绕到铺子后门，直到进了院子才下马车。二位梁将军已经到了，裴将军也来了。啊，他怎么来了？这可不是小的能管得了的事情。傅真推开门，你们在干嘛？傅小姐，让几位将军久等了。大将军，快请坐吧。大家都已经这么说了，而且今日要谈正事，我提议大家就随意一些，不要拘束。将军们看可好？我同意，咱们几个都是粗人，傅小姐啊也是豪爽洒脱之人，文绉绉的别扭死了，倒不如从今往后怎么自在怎么来。老五，你说呢？我又没有你们拘礼，他看见我也从来没有守过什么礼。咱们还是说正事吧。我听说裴将军已经探听到那把匕首是大越国翼王府的贡品，而且还从顾太傅那里得到了2个史官的下落，不知道这2人现于何处供职。一个叫孙洛，在国子监任典部；一个叫刘荣，在翰林院任代诏。翰林院这边我去找吧，正好我下晌要去办点事。那就我去国子监。那日我看宁公子文采不错，正好他年纪也到了，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找点门路送他进去求学。那太好了，多谢大将军。倒会演戏，我去吩咐郭颂几句话。梁晨等到裴瞻出去把门带上后，当下就跪下来。姑姑。裴瞻站在门外，听到屋里紧接着就传来的扑通声，他抿住双唇，走出屋檐，一脚接一脚地踢动着地上的石子。不都说了不拘礼了吗？怎么还来这套？我就是觉得对不住你。得了吧，如今还能见面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你已经是梁家的顶梁柱了，少跟我这婆婆妈妈的。我着实不曾想到，姓薛的贼子竟如此心狠手辣。他应该没有这个本事，做得如此周全才对。就算他脑子够用，心肠够阴险，他也定然需要不少人手来实施。可他当时仅仅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而已，
这件事我也是琢磨了很久。由于姓徐的是因为那把匕首才动的杀念，我总觉得这案子背后应该还有我所不知道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我回来之后没有直接开杀。你是梁家人，而梁家又是5大将军府之一，是朝廷的肱骨，偏偏是你出事儿。再结合白玉胡同的血案，此事的确该慎重。姓徐的只是露面的凶手而已，没有露面的凶手是谁，我们还不知道。这些恶贼都该一个个的找出来，逐一算账。对，那天夜里帮着徐印倒灯油的人，至少就是幕后凶手的人。姓徐的有同伙，这个同伙一定就是血案的凶手，是他们联手起来杀死了姑姑。既然要报此仇，那这当中所有参与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我现在对徐贼和永平成亲的始末不太清楚，智儿，你了解吗？这个事儿我也没怎么关注。在我出事之前，我已经听到过不少关于永平和徐贼频频接触的传闻。他们2个早就勾搭上了，是永平干的。哼，你太高估他了。那样的手腕不会是一个内宅女子可以做到的。不过荣王府的确值得关注。徐贼行凶之后就成了荣王府的女婿，不管他做了多少假惺惺的事情掩饰，都掩盖不住他是获利者的事实。何况荣王的确有能力提携他。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姓徐的的确有几分本事，但从这点上说，荣王的确值得怀疑。荣王府也够资格让徐印下那样的手。可是如果凶手是荣王，徐印只是帮凶，那徐印何来的胆子如此明目张胆的与梁家来往，还假惺惺的给我诵经祈福？啊，对了，上回轩哥那臭小子在白鹤寺里指使我去给他打人，打的就是永平的下人，那下人还是徐印差遣过去诵经文的，这都不能算是大胆了，简直可以说是狂妄。如果荣王是主使，那他应该能完全掌控得了徐印才是。哎，等等！梁晨听到中途伸手阻止。你说轩哥支持你打人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你拿到匕首之前的那个晚上啊。我从那堆废土里把匕首刨出来，让他看到了，然后他就要挟我给他当打手。这小兔崽子，他竟然他皮的没边了，他都。难怪他第2天还闹着要去徐家呢，合着是要去验收的。回去看我不把他屁股抽肿。打之前记得把他裤子里的棉垫子抽出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能把他娘气成那样，挨打也无所谓。我难道还猜不到他会想些什么鬼主意？裴瞻脚步声再次在门外响起来时，屋里已经续起了家常。他推门入内，只见他们姑侄仨已经喝完了一轮茶。你们说到哪了？啊，说到上回徐印要给我接风，让我给推了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打算登门去做个客。老五，你要不要同去？说到吃饭，也到饭点了，我特地让人备了酒菜，我们边吃边聊。说完，他拍拍手掌，没多会儿，张成、杨童就把酒菜端了上来。这是千泉山庄的白玉酿，配只羊肉好吃。你们在西北想必吃牛羊肉吃惯了，看看合不合胃口。裴将军请随意。他想到自己这案子跟裴瞻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却让他卷了进来，平日斗嘴归斗嘴，终究还是有点过意不去，便吩咐张成再取了2罐茶叶过来给裴瞻，给裴将军带回去解个渴。是只有我有，还是大家都有？是单单给将军的。这又是为何？裴将军给民女帮了不少忙，家父升任礼部郎中是您给办的，调家父去端州也是您让人办的，后又调家父去福建当县令还是您让人办的。我还从来都没有好好感谢过将军，这2罐茶叶就当聊表心意。真没看出来呢，小子还挺爱计较。不就没给你布菜吗？膈应成这样。但凡小时候懂事点，多出来玩玩，我也不至于对你啥都不了解呀。不用客气。
其实以后还有什么事要办，都可以找我的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咱们见面的日子多得很，老这么偷偷摸摸的不是办法。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法子解决？不知将军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，说来听听。傅小姐找个夫婿吧。傅小姐找个夫婿吧。我在朝中给你物色个合适的子弟，你有了夫婿，咱们与你往来就不必顾忌。你的夫婿是官户子弟，那你跟我们几家相处起来又顺理成章。裴将军，我倒觉得你可以先考虑考虑你自己，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哼，你都20的人了，梁辰在你这个年纪轩哥都满地爬了，你倒有心思给人家做媒？边疆战事平了就没别的事干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梁辰话都懒得说，丢给他一个大白眼儿。你呢？傅小姐要是有了婚约，咱们几个再跟她接触，不就更不方便了？我听说她跟杜家还没退婚那会儿，还让老五你当面批评过要自重。怎么，你做人还有2套标准呢？那你是为什么不同意？裴将军，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要说有责任查他，只有我和梁将军有那么些许责任。你之所以想出这个主意，也是为了帮助我们，我很感谢。但是既然我们都知道凶手来头大，又为何要多拖一个人下水呢？再说了，我并不认为用定亲的方式寻求掩护是个好主意。其一，既然只是权宜之计，那就是利用，这对男方不公平。这种损人利己之事，我是决然不会做的。其二，我已经经历过一次退婚，知道退起婚来并没有那么容易，不会给自己招麻烦。我知道了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老五，你也是好意，也不怪你。毕竟这家伙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此事就容后再议吧，当下还是先办正事。我去国子监找村落。老五，你要不要一同走？走吧。裴瞻起身，拿起那2罐茶叶，率先出了门。将军探得了吗？结果如何？得手。那是如何情形？前方有一大堆拦路虎，他又担心有后患。果如将军所料。先回府，再去打听沈学士在何处。递个帖子去，我要拜访他。无人可见的车厢之中，他一贯冷凝的双眼像晨星一样闪亮。老爷太太呢？老爷陪太太在花园里赏花。裴瞻跨进花园门，一眼就看到他爹正在往他娘头上簪花。娘子花容月貌，这石榴花哪及娘子一半之美，真是平白便宜了她，让她有这等福分落在夫人发间，蹭得了一些荣光啊。裴瞻听不下去，侧转身待裴玉把这波马屁拍完，才让人通报。瞻儿来了，快进。裴瞻坐在裴夫人让他坐的椅子上，目光轮流地看着他俩，然后缓缓地沉下一口气。瞻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遇上什么难事了？儿子只是觉得好累。你累就休息啊，营中事务不是还有李哥、谦哥他们那帮子弟吗？你干嘛凡事亲力亲为呢？身子累倒好说，可要是心累，又该如何是好呢？我每次看到父亲母亲如此恩爱，心中就感到无比的孤独。儿啊，这是为何？我小时候，父亲为怕我养不活，成天让仆人们围着我，致使我连一个玩伴都没有。长大了，我又去了西北，代父从军，代兄从军。征战途中，自是没什么心思相伴消遣，因而在西北除了打仗，我只能与黄沙星河为伴。无一双为我补战衣的手，病中也喝不上一口温热的汤。算一算，我竟然孤苦伶仃20年整了。在边疆度过了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回来，又还要代父履职，掌管这偌大的将军府。一众同袍大都成家立业，而我功成名就，却依旧夜夜清寒真冷。父亲，
我真羡慕您呢。您可真有福气，有母亲这般温柔体贴、一心一意相伴左右的伴侣。儿子从来都不敢奢望这种福分，不敢想将来也会有人像母亲陪在父亲身边这样，也跟儿子相濡以沫，荣辱与共。说完，他端起手边的茶，悠悠地喝了一口。哎呀，我儿好苦啊！你想娶媳妇，你倒是直说呀，绕这么大个圈子，你不嫌啰嗦？当初你刚回京，你娘不就跟你提过了吗？是你说不要啊。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合婚龄的小姐出嫁的出嫁，定亲的定亲。原本暗暗等着你回来好跟你凑一对的那些个小姐，见着你这儿没希望，也都转头另找人家了。现有的官户里没成婚的，怕只有那些10来岁的小丫头，人家还是小孩，谁肯嫁给你这一大把年纪的？过门后啊，磕头叫你叔吗？没关系，父亲批评的对，我也知道自己不配。我只是欣慰，由衷的欣慰。儿子孤苦伶仃20年，算得什么？替父亲担下所有差事，劳心劳力，让您腾出时间来风花雪月，又算得什么？只要能换来父亲母亲安享太平，能日日看着你们这般恩爱甜蜜，儿子就是把光棍2个字熬出将来也值。我儿太惨了，都怪你，他都这么可怜了，你还批评他？臭小子，你少在这含沙射影的，你想找啥样的你说，你老子我就是绑也给你绑一个来，这总行了吧？父亲言重，我这老大不小的了，哪有什么要求？我既不敢要求人长得像母亲这般美貌，又不敢要求人像当初母亲义无反顾跟随父亲出征那样胆大。我一身的责任，也没什么时间精力来思考这些，还不是由得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男儿志在天下，要不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不能有违孝道，不然压根就不想被婚姻所缚。所以您2位实在要逼着我说亲，那迫于无奈，我也就只能勉为其难顺从。听到没？要长得好看的，还要有胆识的。你小子可以呀！多谢父亲鼓励。儿子还有一堆的事，实在忙不过来，就不多陪父亲母亲说话了。祝愿父亲母亲恩爱万年。儿子告退。哦，对了，走出2步，他又回头。夜里睡得太冷了，还要劳驾母亲吩咐人给我换床厚点的被子。裴夫人与丈夫目送他离去，随后对视一眼，同时拍了桌。来人！他奶奶的，光棍男惹不起，这夹枪带棒的，要是隔3差5就来上一通，谁受得了？裴瞻心满意足地出得门庭，郭颂正好来了。沈巡视正在翰林院，他说恭候将军您前往。梁大将军他去国子监情形如何了？大将军先去寻了孙洛，还不知情形如何。留点神，大将军那边但凡有消息，即刻来告诉我。另外，老爷太太这边一旦有动静出来，便把这风声扬大点。傅真走向树下的马车，被路过的麻糖摊贩抢了路，侧身避让的时候不小心踩了身旁人的脚，对不住。不妨事，小姐当心。傅真接过荷包，不动声色将他怀中露出来的半截折扇打量一番。多谢先生。小姐多礼。傅真再不说二话，转身就上了马车，并且未作停顿地驶上街头。回府。连勇前脚进了角门，后脚傅真就停在了徐家府门外不远处的胡同口。果然，那人的折扇扇骨上是徐印的题字。哼，那厮的字迹，傅真怎么可能认不出来？刚才那是谁？小的这就去问问。等待的当口，傅真望起了眼前这座府邸。傅真曾在脑海里想象过很多次，他会如何靠近这里，到底是提着长剑杀出一条血路，直接冲进去割他的脖子，还是干脆以牙还牙，同样也放一把火烧了他这畜生。
却没想到第一次却是在这样一个巧合之下。主子，张成飞奔过来，打听了一圈，刚才那人应该是徐侍郎的随从，姓连，唤作连荣，具体什么差事不清楚。他什么来历？听说是潭州人，他跟随徐侍郎少说有5、6年了，是他的同乡。等天黑透了之后，守住他们下人出入的门，逮个他们家的下人过来问话。小的方才已经见过那位傅小姐了。如何？先前正好路过宁氏新开的那家万宾楼，我便起意站了站，而后就等到了那位傅真出来。出乎我的意料，这个姑娘竟然十分美貌，虽然身形纤弱，看得出身体有不足之症，但却未能丝毫掩盖住她的风华。皮相出色就算不得什么，还需腹内有看头。除了皮相，那姑娘却还有着一双极为清亮的眼睛，明明看着是个弱女子，可那眼神太凌厉了，只是一闪而过，但还是没藏住。傅云为父不辞，他久处于压迫之下，有几分锋芒却也正常。按照傅家当初的情况，宁氏母女要么逆来顺受，要么奋起反抗。后来基于反抗，那这位傅小姐想必也是有几分刚性的。哦，对了，尚没发现裴瞻对傅真有特殊之处，反而傅真如今与程家小将军已走得颇近。城池里近日还新任了傅真的教头，因为宁夫人从程家听说习武有力体质，程小将军便自告奋勇了。听起来却也合情合理。禀老爷，王府那边世子妃派人送喜饼，小师孙10岁，后日会有宴席，郡主让小的转给老爷，请老爷定夺。告诉来人，回去禀世子夫人，就说郡主和老爷都知道了，届时定会同来赴宴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哼，我先问你几句话，你回答我之后再问这个问题也不迟。你要问什么？你们徐府库房的钥匙放在哪儿？你们要劫徐府？什么劫？小爷们最近手紧，传说郡主嫁妆丰厚，借点钱使使怎么了？这天子脚下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少啰嗦，回我们当家的话。看你穿的这么讲究，一定是郡主身边要紧的人吧？你一定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王府的下人，不是徐府的人。瞎说！你明明是从徐府走出来的，怎么就成了王府的人？再骗我就剁了你的爪子！我真的是王府的人，我只是奉世子妃的命令去徐府传话。哦，你不是啊？那徐府司库的钥匙掌握在谁的手里？是不是徐侍郎身边那个姓连的？连勇他只是徐侍郎的人，又不是郡主的人。郡主的嫁妆怎么可能长在他的手上？怎么还分谁的人？他们不是两夫妻吗？两夫妻也得分彼此啊！何况这个连公子只负责徐侍郎对外的事务，一个下人还有这等能耐？连公子可不是个下人，他读过书的，而且画的一手好丹青，都快赶上徐侍郎了。他是什么时候到徐家的？不清楚。但是徐侍郎和郡主成亲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徐侍郎身边了。当时他们的婚礼还是连荣操办的。他们俩什么时候成亲？圣元17年腊月初6。王府跟徐府是一家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徐家谁管事？谁不知道王爷王妃最疼郡主？世子妃和郡主也是打小就相识，你肯定知道。我们世子妃和郡主不亲的，他们已经存下嫌隙好多年了。他们府中的事儿，我们是真的不知情。我不信，一家人怎么会存下嫌隙？6年前，原本给王妃侄儿的一个升迁的机会，临到头，却突然被世子妃的哥哥抢了去。
具体怎么回事说来听听，就当解了闷儿。就是西北边防最艰难的那年，辅国大将军梁琛挂帅前夕，京畿营许多职位有了变动。王妃的侄儿楚将军原本在营中担任千夫长，那年荣王本都已经跟兵部打好招呼了，让他补上守备之职。哎呀，就差这临门一脚的功夫，这个守备的职位却让世子妃的哥哥张将军补上了。王妃一直觉得是世子妃在背后撺掇世子抢了这个职，这些年耿耿于怀，连带着郡主对我们世子妃也不再亲近了。几位爷，我真的不是徐府的人，求你们饶了我吧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这趟白逮你了，你什么也不能给我？咱们道上的规矩，出来了可不能空着手回去，要么得财，要么见血。几位爷若是真的只是求财，我可以指个路。后日是我们小师孙的10岁生辰，按惯例，几日后的4月15，王府会拨出一笔银子送往白鹤寺作为香油钱。这笔银子数额不会小。当真？绝不敢欺骗几位爷。只不过那日正值休末之日，王府所有人都会去上香，包括郡主。届时能不能拿到，就看几位爷的本事了。张成不爱瞧他那奸猾的模样，叫了声当家的，并以眼神询问。傅真手起刀落，刀背子拍到后颈上，婆子当下又被拍晕在地。不要节外生枝，王府死个下人在外，绝不会不当回事。你和杨童驾马车把他们送回去，只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收了。主子，你呢？我去西湖楼找程将军他们，你们好好善后，做得像样点，然后过来接我。张成这边不说二话，立刻扛着婆子出去，与杨童驾车离开。傅真等到四面安静，才脱下身上的夜行衣丢进河里，掉头奔入夜色。傅真赶到西湖楼，梁志和程池里立刻就从板凳上跳起来了。荣王府的情况，你们如今掌握多少？自从徐应成了荣王府的女婿，梁家就跟他没主动来往过了，也没听说他们家发生过什么大事啊。我除了听说他们那个小世孙要做10岁小寿了，也没听说什么。到底怎么了？我想知道张大麻子是怎么抢到这官位的。张大麻子那个废物，能够让荣王把这官职给了他，一定有问题。等我去查查他和荣王之间的交集就知道了。我记得何家老三跟他关系好，他们俩好像还有着什么姻亲。明儿一早我去找何老三问问。这边说定，恰好饭菜已传了上来。阴阳相隔6年，好不容易聚首吃上了一顿饭，大家伙儿便都暂且放下了心思。同一轮月牙映照的京城另一个角落，裴瞻和梁琛正站在一座破落的小院门前。院子里头黑漆漆的，只有月光照出了朦胧的影子。二位官爷，不知下官犯了什么罪？刘荣，下官正是刘荣，不知二位大将军何以突然驾临至此？起来说话吧。你的同僚孙洛是怎么死的？下官跟他没关系，朝堂更迭之后，我与他几乎就没有来往了。这话可不老实啊。梁琛从袖口里掏出了几张信件，摆在桌上。这都是你跟他往来的信件，最后一封的日期就是6年之前的7月，2个月后的9月他就死了。明明来往密切，你怎么能说跟他是几乎没来往呢？大将军饶命！你觉得孙洛的死正常吗？不要尝试兜圈子，你没有那个本钱。不正常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曾经说过陈都尉死了。陈都尉是谁？就是前朝的一个将领。周军攻破京城之时，他是守城将士之一。城破之后，他成了俘虏，后来在太仆寺养马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中毒。是谁杀的他？不知道。那他为什么会死？下官也不知道。但是孙洛在得知陈都尉死后去吊唁了，回来后他说他恐怕也要倒霉了。这话从何说起？陈都尉他生前有一把刀，是立了功之后前朝旧主恩赐的。他成了俘虏之后，那把刀也被人夺走了。是什么样的刀？是大越国翼王府进贡的一把短笔。裴瞻听到此处，从怀里掏出了那把匕首。是他吗？就是他。当年恩赏之时，我和孙洛因为是史官，就在当场。是谁拿走了陈都尉的刀？为什么孙洛会觉得自己要出事？因为陈都尉是8月死的，但他那把刀是几个月前被人夺走的。他出事之前，突然有人去警告陈都尉不要把刀的下落说出去，但没过几日他还是死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陈都尉是被夺走他刀的人灭口的？刘荣重重点头。他死在8月哪日？8月14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第2天就是中秋节，孙洛匆匆忙忙的来找我，说他才吊唁陈都尉回来，还说陈都尉是被毒死的，所以他搞不好也要出事了。因为孙洛也知道是谁夺走那把匕首的。夺刀的那个人是谁？他没有告诉我，他真的没有说。但是这把刀是在街头夺走的，陈都尉会武功，能够从他手上夺刀的，我想要么有权有势，要么有本事，无论哪一个我都惹不起。我本来就胆小怕事，孙洛平时还跟从前的同僚保持往来，我却只是与他接触过而已，所以这种凶险之事我一概不敢打听。裴瞻与梁琛相视后站起来，转身走出了门去。到了院门外，他们把守住的护卫也给挥退了，然后却又突然转身，并且极有默契地翻上墙头，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先前的屋外。屋里的刘荣在他们走后已经舒展了身体，他又变回了正常神色。他拿起桌上遗落下来的几封信件，逐一地翻开看过之后，凑近火苗将之烧了。孙兄弟，你太大意了。低念完这句之后，他转身，当即又吓得跌坐在地上。方才明明离去了的2尊高大威武到如同天神般的身影，竟不知何时又回到了眼前。你知道杀孙洛的凶手是谁？你要真有那么胆小，怎么会还留下这几封信在孙家？说吧，匕首最终到了谁手上？你知道我们手里已经沾过万千人的血。刘荣面色如纸，颤抖了好几次，也没能凑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姑娘，程小将军来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已经辰时了。还有梁小将军也来了，他们好像有什么急事，一来就催着我们赶紧喊姑娘起来。哎，你慢点，别磕着了。傅真哪里慢得起来？他一边穿衣一边踏着鞋到了前厅。怎么样？果然有大问题。张士诚在提为守备之前是武城兵马司的指挥使，而白玉胡同血案发生的几日，正是张士诚带队值夜。原来如此。武城兵马司管着巡城之事，张士诚既然正好那几夜轮值，那就有很大可能接触到这个案子。后来都没有血案的风声出来，那要么是运气好没让武城营的人碰到，要么就是把目击者的嘴堵住了。老大，凶手定然就是荣王。没错，荣王府有这个本事，让一切销声匿迹。如果当时在武城兵马司担任要职的张士诚参与了那桩案子，
协助了凶手善后，那么张士诚升官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张家不是轻易能拿捏的，何况张士诚还是张家仅存的嫡子，所以凶手要稳住他，只能给予其好处，而把不学无术的张士诚提为一个有实权的中等将领，这难道不是对张家来说最好的回报吗？有了这个回报，张士诚自然也就会心甘情愿地保住这个秘密了。所以荣王府争取到了守备之职，就是堵住张士诚那张嘴的布团。姑姑，徐应与荣王府是一丘之貉，他一定就是害死你的帮凶。急什么？6年都过去了，不赶这一时。该是他们的，他们逃不掉；但若不是他们，自然也不能让他们当了替死鬼。否则咱们有理倒成了没理。琛儿和詹儿他们昨日去打听史官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眉目了，先打发人去问问他们情况。大哥昨夜好像很晚才回来，我打发人去问。说完，他掉头往外跑，却差点与跑进来的张成撞个满怀。姑娘，梁大将军和裴将军在茶馆里等您，说请您这就赶过去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那还等什么？快去备车。你们是不是探得什么了？孙洛6年前被灭口了。梁晨把昨日探的情况说了说。夺走那把匕首的是荣王府侍卫长周涛的弟弟周彪。果然又是荣王府，我就知道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傅小姐昨夜也探到了线索。梁志说着，便也把傅真拷问王府下人的经过说了出来。荣王府的确可以。这么多的巧合都集中在荣王府，想替他们开脱都难了。陈都尉是8月14死的，小姑姑是8月16出的事儿。根据傅小姐提供的案发时间，陈都尉便是死在血案发生之后不久。孙洛虽晚一些，但的确应该是被灭口。那这么说来，如果灭口的凶手是持刀人，那姓周的没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连杀几个人。徐印既然都下了那么重的毒手灭口你小姑姑，那必然也不是姓周的能指使得动的。你怎么知道小姑姑是被徐印那狗贼下了毒手？猜的。你是怎么猜的？匕首不是你小姑姑拿走了吗？除了徐印，他眼里还有过谁？不是徐印靠近他放的那场火，还有谁能做到？说到半路，他目光滑向了傅真，停顿了2息才收回来。傅真接触到他目光时，莫名一阵心虚，怎么突然有种瞎了眼救下渣男，结果被渣男害了这件丢人丢到姥姥家的事情，竟被他看穿了的感觉。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吗？听说梁姑小姐施过那么多恩泽出去，也就翻了那么一条船。稍不经事，裴将军也要理解一下。五哥英明，傅小姐威武。要不我们快来说下一步吧。线索有了，死者却不见踪影，咱们拿荣王府怎么办？接下来就求证荣王府到底是不是凶手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他便也跟白鹤寺那场火脱不了干系。徐印是纵火者，而荣王府就是背后帮凶。求证倒不难，要依法惩治他们却不容易了。时过境迁，即使找到了那2个死者，也没办法验伤，何况他们肯定不会让我们找到。找不到尸首，那胡同血案便无法证实存在，不存在自然就不能指控。那就不告，不管是不是主凶，只要他们参与了案子，明面上指控不了的，那干就完了。王法治不了的，自有天道遣治。我来当那个天道。没错，只要他们是凶手，那咱们就替天行道。这事儿查清楚之后，我来动手就行了。这是私仇，不必牵扯他人。那可不一定。值得荣王府如此大开杀戒，杀了2个朝廷命官灭口，又杀一个功勋贵眷，还不惜扶持一个窝囊废当守备。那么死掉的那双父子会是一般人吗？简而言之，被火烧死的太平不过如陈都尉和孙洛一样，只是他们意图掩盖整个案子，包藏祸心的其中一环罢了。以荣王府身份之尊贵，
牵一发便动全身。这不是梁家的私事，是关乎朝纲之事。便是朝堂之事，有我梁家担着也够了。荣王府也就那样，我梁家足够了。五哥说的没错，这事儿小不了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关乎朝纲啊，匹夫有责。敏之，那若傅小姐退出，我就退出。我觉得大将军说的有道理，我打算把荣王府这边弄清楚后也退出，所以裴将军，你还是听大将军的吧。老五，你方才唤我姑姑什么？太平？傅真一顿，是啊，方才这小子可不是叫他乳名来着。他立时瞪眼盯住了裴瞻，这小子，谁准他这么叫的？他不是叫太平吗？为什么我不能叫？那你也不能这么叫，那是我姑，你叫太平，那不显得我还低了一辈？我看叫梁小姐也成。你说呢？这里头可就城池里一个明白人啊，他一个机灵座之身，看看裴瞻，又看看傅真，却是哪个都得罪不起。我觉得一个称呼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就听傅小姐的也是可以的。裴瞻甩过去一记眼刀，杯子放下来。老五，你今儿怎么老绷着个脸？你们还没听说吗？裴伯母又在急着给他说亲了。哎呀，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老五，你也确实该上心了。这有什么好着急的？大越虽亡，但还有别的小国也有纷乱，谁知道会不会祸及我边疆？男儿志在四方，我只想为国效力，做个保家卫国的忠臣良将。到时候要是有妻有儿，还得多个牵绊。你还真是为这事儿。你要是不想成亲，那让裴伯母给我牵牵线呗，把她看中的姑娘许给我，我要啊，我不烦。你要成亲，老五也要成亲，谁都别想跑。去年刚回京那会儿，你说不想一婚，看不上，这回呢？今年你都21了，成亲跟履职尽忠可不矛盾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！啊！你们一个个怎么婆婆妈妈的？咱们当下该说的是正事。你都有主意了，那不成就不成，还烦什么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父母年事已高，我身为宗子，负有传宗接代之责。且我在外征战多年，未能侍奉双亲，又焉能屡次三番对高堂的要求置若罔闻？不像傅小姐，有一位年轻又开明的母亲，又身无负累，十分自由。你是不会懂我的。哎，那就别废话了，你从了吧。也不是没有动摇过，可是很难找到合适的。那你想要什么样的？你说。我只想找个人凑对就成，平日他不要来管我，更不要干涉我。当然我也不会干涉他，他爱跟谁来往跟谁来往。傅真一听，不由自主挺起了腰来。梁琛却骂道：老五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渣，你跟人成亲不对人负责吗？成了亲那就是同舟共济，相濡以沫，难道大伙生孩子吗？你这把女方当什么了？我知道啊，我说了不愿成亲，是你们非要一直劝我。说正事儿，爱成亲不成亲，再跟他提这个我就是狗。目前还有2个疑点，一是那把匕首到底最终属谁持有，也就是说凶手到底是周彪还是荣王；二是张大麻子到底是无意路过，还是事发后凶手求助他出面帮忙善后。我们要动手，但是不能无的放矢，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始末。如今什么证据也没有，想知道凶手是不是荣王，或者荣王是不是主使，只能直接下手套取信息。怎么下手？我没有具体计划，但王府婆子说4月15荣王府的人会前往白鹤寺上香，给世子杨战和张氏的儿子添香油钱。如果荣王同往，那咱们也去，届时你们把张士诚给拐上山，等他们见面了，或许我们可见机行事。
荣王妃极为重视这个嫡长孙，他们每年的4月15似乎都会举家去上香。关键是徐印行事因为向来滴水不漏，所以他也会去，趁他们都在场试试也好。那我这几日就去探听荣王行程，免得有误。张大麻子，交给我，我知道怎么拐他。这里接下来讨论了些荣王府与张家之近况。日已近午，正好良辰有人寻，便就此散了。傅真赶去万宾楼筹备开张，走的时候回头瞅了眼裴瞻的车驾，张成看到了。主子还要寻裴将军说话？傅真摇了摇头。傅真解决身份之仇迫在眉睫，如今还加了个荣王府，这件事就更显出解决的必要了。裴家少夫人，平西将军的妻子，这身份足可以解决他一切困扰。乍一看也叫做各取所需，是不是？她嫁给裴瞻，裴瞻对家族也有交代了，不用烦了。但婚姻之事岂能儿戏？嗨，算了，还是想想就好。他顿时止了这心思，一心一意前往万宾楼。五哥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说。你是不是在肖想小姑姑？怎么说话的？我老七虽然笨，脑子不如五哥你灵活，却也长了眼，会看的。你要不是肖想姑姑，怎么会那么关注他？为什么会去宁家外头堵我？为什么会摆那么大阵仗找我说话？为什么会在猜出徐印害死他后又那样痛心？你瞎说什么？我有没有瞎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从来没对人这样紧张过。你要不是，我把头砍下来。随便你怎么想。五哥，那是我们的姑姑啊，你怎么能存有这样的心思？你伦理都不要了吗？这要是让梁家老大老二他们知道，不得见你一次揍你一次？你这是想干嘛呀？你想跳背啊？你说够了没有？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肖想姑姑就算了，你好歹像个男人啊！你干嘛不堂堂正正的上门提亲？干嘛不告诉他你的心意？却反而玩这把戏？你不是男人！你闭嘴！我问你，他现在缺的是儿女情长，还是一个合适的名分？那姓徐的坑了他，你觉得他表面上笑嘻嘻，心里肯定也没当回事？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过去那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好？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他？为什么会铁了心认他做老大？难道不是因为他处处都在关照你们，爱护你们，为你们着想，真心地把你们当亲人？难道不是他的仁义使你们死心塌地？他对过去的伤痛只字不提，不过是因为便是卑鄙了，又如何？五哥，那你今儿说的那些，纯属就是为了引姑姑上当。你为什么不去提亲？你跟他说明白啊，就说你可以给他养护，不然他将来如果知道了，错怪你怎么办啊？他要错怪我，不是有你吗？你得负责解释。他们梁家人都是些倔骨头，我连执意参与这案子，他们都不愿意。当初他宁愿去爬梁家的墙头，偷偷看他的家人，也不去与少阳和杏儿相认。是因为他知道徐印背后还有人，他宁愿自己扛着，肯定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过失。直到后来傅家出了傅云这事，他失去了关护女的身份，这才不得已跟少渊相认，
他连自己的家人都不想连累，我堂而皇之去提亲，我说我来给他这个身份，让他嫁给我，他根本就不可能答应。那解了燃眉之急后，你还要跟姑姑过下去吗？要真成了，那不还是你得偿所愿，占了便宜？姑姑除了平西将军夫人的名分，她什么也得不着啊。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。那她日后遇到了喜欢的人呢？你怎么知道他喜欢的不会正好是我？你小时候就对他不搭不理，也不肯叫他姑姑，而且呆呆的，他一直觉得你没礼貌又不可爱。还有啊，咱们终归是他的世侄，差着辈儿。最关键的是，他喜欢的是徐印那种，就那种特会来事儿的。可你也不会来事儿了。到地儿了吗？还没有。停车，让他给我下去。城池里话还没说完，他明明还有话想说。裴瞻面色如冰的看着他被郭颂请下车，等落地了，他却忽悠伸手将门打开，探出身子：“你给我回来！”刚叫我走，又叫我回去，欺负人！你这是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他说过我什么？都怎么评价我的？提过我多少次？是什么情况下提的？都给我说说。你刚才还赶我！裴瞻嗔身坐直。你要是说了，那我跟他成亲的时候让你做上席，我给你敬酒。得了吧，10万8千里外的事儿，我家老大根本不可能跟你成亲，他可没那么好糊弄，你根本就骗不到他。你再啰嗦，那我就把你背叛了他的事告诉他。好你个老五，你不讲武德你！夫门敬帝，你可不要造次。我知道，但你我是经天地神明见证过的夫妻，你这般疾言厉色做什么？你既知是夫妻，昨夜还那样辱我，是我的错。不过，我恼的却是你那般看轻自己。你说我冲着荣王府的地位权势而来，那你自己成什么了？斯人已逝，万般皆是浮云。你我拜过堂，成过亲，生了孩子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。说什么荣华富贵，我只是嫁鸡随鸡。你我天定姻缘，我自然得奋发向上，于朝堂之上争得一席之地，方才能对得住你一片深情。杨童回到假山石下，傅真已经扯碎了3朵花骨朵。等他把看到的一幕幕都说完，傅真扯起了第4朵花。你说他提的是我万宾楼的食盒？不管拿谁的点心，至少证明了一件事，那婆子说的没错，荣王府这对姑嫂不和，婆媳之间也不和。既然矛盾属实，那张士诚这官儿就来得更可疑了。不知道大将军他们上山了不曾？我去探探。杨童说完就掠出了花径。傅真随后正要离去，身后却传来了声音：此番王爷荣任总指挥时，想必总有几个职缺是要用人的。楚玉都在营里待6年了，您看那孩子勤恳踏实，是王爷看着长大的，多想得到王爷您的赏识。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如就考虑考虑他吧。楚玉是不错。你呀，有时间也要多指点指点他。他5岁就跟了咱们，你这个姑父对他来说便如同父亲，多鼓励鼓励，必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。倒是什么都好，就是性子闷了点儿。性子闷怕什么？裴家老二还不够闷，也不耽误人家横扫大越国，建立丰功伟业。父王，母妃，我与你父亲去听经，如何？镜台讲经已经散了，儿子在房里煮了茶，这大好月色，不如咱们一家人坐下来赏月品茶。正要与你说说今日皇上交代之事。走吧。母妃请。荣王妃深吸气，扫他一眼后跟上了。张氏带他走远，即小声吩咐侍卫：“去请张将军过来。”傅真待路上全部安静，
这才放开呼吸，看了看四面之后，飞速把夜行衣套上，再以黑金覆面，轻巧地潜进了花丛下。干嘛去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像你这么瘦的女贼也不多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听说张氏城往这边来了，也想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，而这里只有这么个藏身之处。跟我来。正愁没人当梯子呢，这梯子不就来了？连忙跟上，神不知鬼不觉到了院墙下。在这等我。我也去，带上我。裴瞻掉头过去沉思了片刻，而后一伸手箍住了他的腰。彼此都是将门儿女，没那么多讲究。裴瞻一只手却似钳住了火炭，热辣的不行。荣王府的人都没个正经习武的人，侍卫都在外围，看守的几个人挡不住裴瞻。裴瞻把人放下，便头也不回地走在了前面。两人从来没一起共过事。裴瞻凛冽的薄唇微微的扬起，此刻倒不介意那一家子多聊一会儿。传闻这次大典将参照封赐三公九卿时的朝天大典仪制，这么说来，至少宫城四面都将各有一位将领作为护卫统领，这4位必当有御林军指挥使担任，另外还有3位副指挥使协助父王行事。不知这3位，父王可已有人选？这种要紧的关头，副指挥使自然不能随便交予人。此番大典防卫，实际上统领权在裴良二家手上。你父亲不过是仗着宗人府宗正，才挂了个总指挥使的名，所以他们就占了2个，剩下那个你父亲已经允诺给了楚玉。是吗？楚玉是不错，但此事还未决定，待明日回府再说。王爷，行了，咱们是来祈福的，不是来谈论正事，喝茶就喝茶。如何？这老头儿跟我印象中的他不一样了，从前他没这么大威风。他不答应给楚玉，好像是有什么想法。别管了，趁他们爷俩都在，咱们先弄清楚胡同血案跟他们到底有没有关系。你想怎么做？那把匕首呢？裴瞻掏出来给他。哼，我来让荣王父子见见。待会儿刀子到了他们父子手上，等他们看过之后，我会立刻把附近的宫灯都打灭，然后你就趁黑把刀子夺回来。得手之后我们分头撤走，禅院里见。裴瞻抬眼看看四面，二话没说就照着他的吩咐埋伏在对面了。荣王妃是一刻也坐不下去了，率先起身下了台阶。张氏望着杨战，杨战冲他使了个眼色，他便追了上去。父王，关于副指挥使，儿子还有几句话想说。是张家找过你了吗？杨战望着他，缓缓点了点头。竟让我给猜到了。父王，此事怕是只能答应了。横竖只等宫里太平了，也就安心了。可你母亲一再逼迫我栽培楚玉，她也是为了你们好，我竟再也想不出理由来搪塞她了。父亲母亲伉俪情深，让人动容，可张家毕竟也不能得罪，孰轻孰重，父王还需深思啊。母妃这些年来不停针对圣阁母亲，他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僵，圣阁母亲也挺不容易的。这当口，前方却传来了张氏的惊呼，同时还伴随着一道巴掌声。这是何故？你又因何事冲撞了母妃？妾身只是禀告母妃，我哥哥也在山上，正过来看善儿，母妃就是妾身的错，妾身不敢在母亲面前提及娘家人。你干什么？你没娘家，旁人就提不得娘家。王爷，一天到晚摆着婆婆的款，你是有很多个儿媳妇可以收拾吗？哼！说完后，他气哼一声，甩着袖子往前走了。还不滚回去！说完，朝荣王妃一打拱，说了句母亲息怒，就朝着荣王追去了。
父王，这里眼看着就要追上了，脚尖处一撞，忽听一道咣啷声响，什么物事在脚尖前被踢出了2尺远。是把匕首，这是谁落在这里的？他拧着眉头，在灯下反复看了2遍。当目光落到剑柄上的花纹时，他突然停住了，然后他2手就像被开水烫到一样撒开来。你怎么了？说完，弯腰把他丢掉了的刀子捡起来。这一看，他脸色也发白了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杨瞻再次夺过那把匕首，瞪大着双眼望着他的每一寸。他没有说一个字，但每一个人都看出来他的双眼里盛满了恐惧。张氏张了张嘴，而就在这刹那间，只听耳畔噗噗噗噗传来几声破空音，四周的石灯笼突然全灭了。快来人！荣王的呼喊声响起来，但这声音还没落下，他就发现掌间已经落了空，匕首竟已经没了。来人！有刺客！快来人！傅真收回了寒凉的双目，反身踏上早就算计好的退路。计划成功了，但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他的胸口里怒火在翻涌，恨意在疯长，周身血液窜动的速度之快，使他全身都在发麻。直到眼前出现了一堵墙，他才瞬间回神儿，猛地转身看起了四周。他走岔道了。快点，四处搜，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。不远处传来了侍卫搜查的声音，他旋即躲在墙角，抬头看了看这高度，抛出飞虎爪抓住墙头，手脚并用就翻了进去。墙内倒是挺安静，他蹲在墙角听了一会儿，然后迅速把身上的夜行衣剥下来，塞进了墙角缝里。这时候前方院门开了，来了几个人。傅真当下瞅准一个窗口，翻身进了屋。那几个人停在门外不曾进来，低语了几句什么就又离开了。